男性打电话来说，你们这里有一些特殊服务吗？啊，家里有好几套房，没有拆迁。我专业是学服装设计的。我叫玛丽，我是藤本 SPA 的主理人之一。我原来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产品的运营、商家的运营。在去年的7月份，全职的投入到这一家店的一个运营过程当中。开业的前期投入大概在30万，然后后续又陆陆续续投进去将近20-30万的，现在已经是1年零3个月的时间，从近3个月开始才微微盈利。一直是想一起做一件事情，具体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一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但是开 SPA 这件事情的话，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做按摩，我以前都是跟着我妈去美容院刷她的卡，就不心疼。我自己是对不上班自由这个的占比更大一点，赚钱我倒是他不没有缺钱想到赚很多。家里有好几套房，没有拆迁。有一个契机是他让我更冲动不想上班，就是我有看到他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的辛苦。在得到我们家要拆迁的通知的时候不想上班了。然后我有一点加成是我在美团点评公司上过班，负责的正好就是美业这个板块，所以对这个行业有稍微一点点的了解。其实最后选藤本这个名字的话，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一种植物，它都是往上攀爬的植物。有找大师还算这个名字吉不吉利，就发现你搞传统行业还是对迷信这一块。做一个行业，你肯定要先了解它。我们俩一起报了一个培训学校，自己去学按摩。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自己也更加深入的去知道这个行业的一些规则玩法。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你前期调研做的越多，你就会越不想开店，你就会发现根本又不赚钱，然后花的精力又大。很多的店开起来是要靠你的一股冲动的。我们以前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感觉只要自己发布一个广告，会有很多人来投简历。去年我们很多渠道，我全部都开了账号。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小店初创公司，就收到简历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在前期在招人这方面，我自己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这1年零4个月还能挺下来，大的一个功劳归于我们有一位贵人相助，姜老师。因为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太少了，我们在开店的前2-3个月发现，就是有点无从下手，店里的生意一直怎么没有起色，客户留不住。我们当时说一起找一个培训班学习。后来那个培训学校黄了，里面的老师就失业了，我们就把其中里面的一个老师挖过来了。他在这个行业将近有10年的一个经验，帮我们补齐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些知识空白。我们太理想化了，我们原先把我们互联网那一套在线上卖产品的或者这种思路带进来这个行业，发现行不通。我觉得工作更卖力了。就是时间都是自己的，哪怕每天加班到11、12点，我也不觉得辛苦。以前互联网公司的话比较卷嘛，有些时候是老板强制你加班，但大部分时候其实的确也是因为项目的问题，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不懂事儿，就觉得加班比较累。但现在回头看看呢，其实加班也有它自己的意义，就把自己格局说高一点。现在来讲的话，你加班肯定是因为有生意嘛，有钱进谁不开心呢？年前那段时间自己干，在很忙的时候吭哧干，别的很多店都关门了，我们坚持营业到了年29，就有一些我们员工路远了，我们就让他们回去了，自己上，对，一个接一个的做。我是一个在家里不搞卫生的人。在这里搞卫生搞得可勤快了，擦拖鞋啊，擦地板啊，刷厕所啊，这种事情全都要自己干。我们很多床上用品，我们大概都换了3-4轮了吧。洗毛巾这事儿呢，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做精油，然后它放到那个毛巾上面的话，它其实不好洗。那我们又要保证它那个干净度，又要保证它的舒适度，其实我们在这过程中进行了很多轮的调试。上班跟你守店不同的点就是守店你是要自己找事情做，就是不是等着会有事儿出现让你解决，很多都是要靠你自己去发现。如果有的时候店里没客人，你就会内心的煎熬，然后非常忙的时候你又是身体上的劳累。我觉得肩上的责任感会更强，因为原来上班的时候你只要顾及到自己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话那肯定要考虑到我们整个店的正常的一个经营，保证我们员工收入要稳定，所以我们自己不能懈怠下来，然后我们也要
保障我们的客户的体验，肯定要让他们觉得，哎，你不断的给我新鲜感，那这样子可能他会更加愿意跟我们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是公寓店，所有的客人基本全靠线上来，线上运营发挥原来工作一些优势，做图，然后包括我们大众点评的运营都没有花其他任何冤枉钱去请代运营啊什么的。哪怕我在美团点评上过班，我也不知道美团点评的光 SPA 这个项目它是分2个板块，一个是足浴板块，一个是收纳在美容板块里面。我们一开始上了足浴板块，就会发现接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电话，非常灰色的，就是那种男性打电话来说，你们这里有一些特殊服务吗？或者这种类型的。你这边也有一些原来就是我们每个月做一些数据啊，我们会看那个回头客。你知道互联网行业有周报有月报，我们就把周报月报那一套自己店里也在用。对，我们的员工也跟着我们每天在写日报，还要让他们写年度规划。其实我们员工也挺不容易的。我就是为了不写周报，所以从互联网公司离职，想要自己开店，没想到没有逃脱过。我自己之前在美团点评上班，走访过很多同类型的公寓店的老板，所以对公寓店的这种模式有大概的一定的了解。我们前期的预算有限，只能够支持我们开公寓店。但我觉得公寓店它并不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比街边店差的，它也能够做出它自己的精品跟特色出来。因为我们有2类客户，一类是互联网行业出来的一些客户，还有一类就是家庭主妇不上班的公职人员以及教师。我们反而发现互联网行业的一些朋友们没有那么大方，愿意在享受生活方面花那么多钱。当然不是说他们抠门啊我刚刚想说后来我们在2店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往老城区里面更愿意享受生活的这类人群的那个中心去选址了。这个行业它现在普遍的一个大环境是以充卡或充套餐的方式来吸引客户2次3次到店的。开始也有在纠结说要不要做这样的，还是去创新一种新的模式。后来发现也没有那么容易，且别把自己看得那么厉害，去颠覆这个行业的一个状态。我们起码先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做到像同行一样的水平。后来我们也问过一些客户，他们对于充卡的这种东西的反感程度怎么样？你会发现跟你想象不一样，可能你反感，但有些人不反感，他不想要再过多的去2次3次选择其他店，那他就愿意把这个钱和时间都交到你的店里。我们是8、9年的朋友了，他刚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有很多人会劝不要合伙，我还买了本书，开合伙之前不懂合伙必定拆伙。我怎么不知道？你没给我看过。但是这本书我就翻了2页。后来我们2个还是坚定一起的话，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信任啊。还有一块其实就是分工比较明确。对，有意见我们就各自提，主要决策的还是就是我们原来定的，谁负责店内，谁负责营销就听谁的。对，我们俩其实就是跟一个家庭的2夫妻一样的，就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如果说对外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他负责，对内的一些事情最终还是得听我。对，他管钱。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就会有说，开会的时候充分讨论，有意见提出来，开完会之后就领导的价值又出来了。对，下个月我们要去团建去了，就我们两个干练会议，去外面学习学习。如果你是从零开始，尽量还是把成本压缩到最低，以最小的方式去试错。想尝试开咖啡馆，那你就先从社区店，成本最低的10平、20平，其实就可以开启一个事儿。把自己的试错成本压到最低，且你要做好准备，这个钱就是会打水漂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其他说真的，你说你前期调研再多啊，什么你不亲自试过都是没有用的。但是你说要多少钱，以及说是否要借贷去做这个生意，我觉得还是看每个人他自己的一个性格想法。如果借贷去做这个事儿，他可能背水一战，指不定也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功。还有就是你自己相对独立嘛，不要太受外界的其他声音的影响。我觉得项目很重要，选对项目、契机、人，因为我觉得美业这个行业其实非常好，对，它很朝阳，
它跟大医疗、大健康其实是一致的。我们选中了它，也是觉得首先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很看重它这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且是我们熟悉的行业，那你让我们去开剧本杀这种密室逃脱，肯定也开不了。家里人挺支持的，就因为全身心投入在这个店里面，孩子都是要我老公在管，然后我婆婆也很好。就我们每天那么多毛巾，其实一开始她都不收我钱的，包括现在我们也是以最低的，因为我婆婆一直都说不要收钱，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做门开生意嘛。那虽然我们也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但是也是一部分的开销，那肯定还是要计算进去。然后平时他也会要帮忙照顾家里面啊。我其实是挺希望的是我的前半段的人生，我的35岁之前，我是在一个互联网的领域去扎根的。我希望50岁可以退休，我后面的15年的工作，我是能够在美业这个领域去扎根的。我希望是可以一直把我们这个小店能够一家一家的做起来。其实我们前2天还有在考虑怎么去多几条产品线，然后甚至我们自己也想做集团，还是想在这个行业也做出一些成绩。我其实是00后，其实我专业是学服装设计的，累是挺累的，但是你抛开累不去讲，当你得到你顾客夸赞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累，反而觉得很值得，因为有人喜欢上你了。我爸爸可能会有一点反对，但是我自己极力要学，因为确实也是比较喜欢这一块。他永远都跟我说一句话：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做决定，反正这条路是你在走的，他管不着。在结束访谈的时候，玛丽正陪同今日身体不适的技师小伙伴去医院。2位满分合作主理人对于帮助小伙伴成长的初心，对待神仙合作的信任，以及行动上的全力以赴，也许这是我们常说的 peace 和松弛感所带来的力量吧。千万不要开店这一系列希望通过形形色色的开店人讲述的亲身经历，启发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思考，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状态。我们的频道叫做可能有很多种可能，会一直和大家探索人生的可能性。